顧承澤站在婚禮紅毯中央，當着全程直播宣布我精神失常。林可欣穿着我的婚紗，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含淚靠在他懷裡。父親林建國冷聲下令，把他送去療養院，別再丟林家的臉。我被保全拖離宴會廳時，還聽見他們商量如何瓜分股份、房子與珠寶。寒來房門被反鎖，火光逼近，我才知道這場婚禮從頭到尾都是殺局。再次恢復意識，我回到了婚禮前7天，手機正顯示顧承澤催我試婚紗，胸口仍像被烈火灼過，我卻沒有拆穿任何人，只回復他婚禮照常。顧承澤立刻發來溫柔語音，說他就知道我最懂事，也最顧全大局。我接着通知婚禮團隊，把原定直播規模擴大10倍，費用由我承擔。林建國以為盛大婚禮能替林氏造勢，沒有懷疑，還親自批准追加預算。我聯絡母親留下的舊部與海外董事，只說7天等，我要拿回林氏。這一次，我仍會走進那場婚禮，但被送走的人不會再是我。我走進婚紗店時，林可欣已穿上那件價值88萬元的主婚紗。顧承澤的手自然扶在她腰間，兩人隔着鏡面，看起來更像真正新人。林可欣紅着眼道歉，卻沒有脫下婚紗，只說自己一時太喜歡。顧承澤反而責怪我，可欣年紀小，你何必為一件衣服讓她難堪？我先讓他把話說完，隨迅拿起手機對着兩人連拍了幾張照片。我又請店方保存完整監控，從林可欣進門到顧承澤替她整理裙擺都要留着。林可欣緊張地問我是不是生氣，我笑着選了一件最簡單的白色禮服。我對她說，你喜歡婚禮那天就送給你，千萬記得穿上。她抱住婚紗，像是已經搶走我的婚姻。顧承澤也露出滿意的笑。婚紗送去修改時，我安排人把一枚微型定位器縫進內襯夾層。母親替我挑的婚紗被妹妹穿走，卻也從此替我記下她去過的地方。晚餐才剛開始，趙美蘭便把股份代管授權書推到我的餐盤旁。她笑着說，女人婚3應該相夫教子，35%股份交給父親最穩妥。我翻完條款，提出林可欣也該交出她名下10%的股份。趙美蘭立刻變臉，說可欣還年輕，需要股份保障將來的生活。我看向父親，問我的將來為什麼不需要保障，他卻重重拍響桌面。林建國怒道，一家人之間還需要防着嗎？現在就把字簽了。我沉默片刻，把授权書收进包裡，沒有當場簽，也沒有拒絕。我說婚禮直播時會公開交給他，讓所有人看見我有多信任父親。林建國以為我中堆屈服，當場要求顧承澤準備接管股份的暫序文件。離開餐桌司，我確認母親留下的附條件遺囑已完成效力認定。父親把婚禮當成奪股期限，我也把那一天定成他失去股份的日期。管理會議開始的，林建國當着所有主管宣布停用我的財務系統。他的理由是我即將出嫁，不該再接觸林氏的重要付款與擔保。我沒有爭取權限，而是把準備好的一疊辭呈推到父親面前。除了副總職務，我也辭去所有關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代理身份。財務人員確認辭呈生效村，立即停用我的電子簽章與付款認證。螢幕隨即跳出紅色提示，一筆尚未完成的可疑顧問費被迫停止。林建國命我收回辭呈，我反問他，不是才說出嫁的女兒不適合管公司嗎？他一時答不上來，因為失去我的代理身份，付款出了問題，便無法推給我。我看着他說，既然我不適合管公司，就別再用我的名字簽任何東西。財務人員打開歷史記錄，遠生顧問的累計收款已達2億元。那個數字只能證明付款異常，還不能證明錢最終去了誰的口袋。我放棄副總權力，卻也切斷了他們用我身份付款與背鍋的通道。會議室裡第一次沒有人敢附和父親，
那筆2億5千萬元也浮上了桌面。顧承澤帶着一杯溫牛奶來公司，堅持要看着我趁熱喝完。他語氣溫柔，卻反覆暗示我最近情緒不穩，晚上需要好好睡一覺。我當着他的面喝下一口，把液體壓在舌下，裝作疲倦地揉了揉額角。顧承澤滿意地離開後，我立刻把那口牛奶吐進事先準備的密封袋，剩餘牛奶也被原杯封存，送往第三方機構檢測成分與可能來源。報告顯示，其中含有處方藥，持續使用會造成嗜睡、遲鈍與情緒不穩。這份結果能證明牛奶含藥，卻還不能單獨證明是顧承澤親手放入。進一步追查後，處方來源指向那家曾替我安排精神診斷的療養院，開藥的人正是副院長，與顧承澤近期的聯絡時間也能相互對上。顧承澤打來問牛奶喝完沒有，我故意放慢聲音，假裝已經開始困倦。他以為藥物正在生效，我卻已把他的溫柔連同牛奶一起封進證據袋。我整理2年財務資料後，發現遠勝顧問根本沒有足以支撐付款的業務。這家公司沒有正式員工，卻持續從林氏收到高額顧問費與專案款。部分款項先流入趙美蘭弟弟控制的公司，再轉進顧承澤海外賬戶。我把資金流向、付款時間與簽核記錄依序排在沈燕面前。他沒有立刻答應合作，只問：“你憑什麼讓我幫你？”我回答：“憑你不想看林氏被掏空，也不想讓股東替他們填洞。”我指出父親正準備把資金黑洞推給精神失常的女兒，再接管他的股份。沈燕要求我證明林建國不是受騙者，而是知情並參與整套安排。他只給我婚禮前的時間，逾期便不會拿海外股東的票替我冒險。我接受條件，並把3份資料備份中的1份交給他保管，另外2份仍在不同地方。任何盟友都不能靠扣住資料控制我的選擇。我第一次有了能撬動股東的盟友，也背上了婚禮前交出證明的期限。林可欣把懷孕訊息放到我眼前，故意讓我看見顧承澤關心孩子的話。他含淚說不想傷害我，卻又暗示婚禮呢，自己才會成為真正的顧太太。我沒有發怒，反而勸他為了孩子，應該提前安排好婚森的生活。他放下戒心，承認婚禮薪會先送我去休養，再接管房產和顧家位置。藏在包裡的錄音設備完整記下他的話，也記下他如何把我當成障礙。當晚，婚紗定位突然離開林家，最載停在一處海景公寓。我在樓下等了許久，看見林可欣穿着寬鬆外套從大門走出來。陪她出門的人正是遠勝負責人，他低頭親吻她額頭，動作十分熟悉。我拍下2人離開的連續畫面，並記錄時間與定位路線相互核對。這些資料不能單獨判定血緣，卻足以推翻他只與顧承澤交往的謊言。他用孩子取代我的婚姻，卻沒想到那件婚紗先帶我找到真正的男人。顧承澤帶我到高樓玻璃花園，嘴上談蜜月，身體卻始終靠近護欄。他接起電話後走到一旁，低聲說：“婚禮結束便動手，剎車不會留明顯痕跡。”我按下胸針內的錄音開關，指示燈在意料下亮了一瞬。等他回來，我故意問：若自己病情惡化，是不是會被送到那家療養院？顧承澤的笑僵了一下，隨後握住我的手，說一切都是為我好。我又問他是否真的愛過我，他沒有回答，只催我按計劃完成婚禮。婚車隨後被送去秘密拆檢，技師在剎車油管上發現細小切口，切口會使油液逐漸滲漏，初期不易察覺，行駛一段距離後才會失效。我只保留檢查結果，沒有讓那輛車再回到婚禮接送安排中。錄音、拆檢記錄與車輛狀態被分開備份，任何一份消失都不影響其餘資料。我仍回復顧承澤婚禮照常，所有接應只等我在飯店發出信號。跨國視訊開始後，林建國向海外股東保證婚禮後就能取得我的股份。他要求眾人繼續支持遠勝付款，還說資金問題很快會由我負責處理。
沈燕直接展示遠勝沒有實際業務，款項卻流入顧承澤賬戶的記錄。我同步出示已生效的辭呈，證明自己不再擔任任何付款代理人。沈燕對父親說，他的名字不再替任何人付款，也不替任何人背債。林建國辩稱，遠勝只是暫時沒有公開專案，卻拿不出合約成果與交付記錄。第一名海外股東撤回支持，接着第二名、第三名也陸續表態，他們一致要求停止遠勝交易，直到資金流向與責任完成調查。父親原本穩定的過半支持，在這場會議中第一次真正崩開缺口。沈燕提出召開臨時股東會，海外股東依程序逐一確認參與。會議時間被定在婚禮直播開始後，父親看見日期時當場變了臉色。我付出的代價是讓更多股東看見林氏正在面臨的資金危機。但從這一刻起，林建國已不再擁有可以隨意支配的多數支持。股東撤回支持後，網絡突然出現大量消息，指稱我婚前精神異常。熱門內容把我的失眠、焦慮與辭職拼在一起，形容我可能傷害身邊的人。療養院副院長以專家身份受訪，暗示我在壓力下可能出現妄想與攻擊行為。顧承澤假裝擔心，勸我取消直播，說這樣才能避免在婚禮上失控。我低頭向他道歉，說最近確實常常疲倦，但婚禮絕對不能取消。他以為我已相信診斷，便繼續扮演體貼未婚夫，沒有改變原計劃。牛奶樣本、處方來源和相關聯絡資料被分開交給第三方保管。我沒有公開反駁，任由全程把我的沉默解讀成心虛與病情惡化。林建國趁勢宣布，婚後將由林可欣逐步接替我原本負責的工作。林可欣接受祝賀時仍說只是暫代，臉上的笑卻沒有半點勉強。他們拿走了輿論與職位，而我保住了讓婚禮繼續舉行的機會。婚禮工作名單送到我手上時，多了2名來自療養院的白袍人員。飯店側門還登記了一輛專用車，預定在婚宴進行途中保持待命。顧承澤另外交代保全，一旦我情緒激動，就立刻按住我並帶離直播區。我把人員姓名、車輛資料和進出時間交給沈燕，請她完整留存。沈燕看完散問我，風險已經超過奪權，你確定還要走進去看？我告訴她，父親仍能把所有責任推給顧承澤，現在收手還不夠。我要等林建國親口承認送醫與奪股，也要讓每名股東聽見。沈燕不再勸我，只要求所有資料分流保存，避免現場失控騷全部中斷。婚禮前夜，林建國正式簽發停職通知，禁止我再進入林氏辦公區。通知理由仍是精神狀況不穩，還要求我婚前接受家屬安排的治療。我簽收文件，交還通行權限，沒有為那張副總位置再爭一句。公司入口已被關上，我手裡只剩證據以及必須走完的婚禮紅毯。婚禮前一天，林可欣已坐進我的辦公室，指揮秘書整理桌上的物品。她坐在我的椅子上笑道：“姐姐，你安心治病，公司我會替你照顧。”林建國把主管叫到現場，公開宣布我的精神狀況不適合繼續工作。秘書把私人物品裝進紙箱，牆上的工作照片也被一張張取下。公司門外擠滿記者，追問我會不會在婚禮傷人，是否即將被送醫。我沒有回應指控，也沒有要求回到座位，只打開母親留下的資料櫃。我取走母親研發團隊的資料與3份證據備份，其餘文件全部留在原處。公司印章、辦公室鑰匙和電子設備被我逐項放回桌面，當場完成交接。最近只剩門上的副總名牌，金屬表面還印着林可欣得意的臉。我伸手拆下名牌，螺絲鬆開的聲音很輕，卻像把多年位置一起拔走。林建國沒有挽留，只提醒我明天記得帶上股份授權書。我抱着紙箱走出大樓，所有攝影機都在等一個失控的危險新娘。
我失去職位、名聲與家族位置，只保住母親資料和最體的證據。副總名牌躺在紙箱最上方，我沒有回頭，也沒有在這一天翻身。離開林氏贊，我沒有申請復職，而是先把所有證據分成3套，3套資料由不同的人保管，任何一方失聯，其餘內容便會按約公開。我以宣傳林氏公益基金為名，追加20家平台共同轉播婚禮。財經記者與網絡主持人也被邀請到場，能直接取得現場直播訊號。沈燕負責備援播放，並確認顧家無法靠單一控制室關閉全部畫面。我對他說，一個畫面能被關掉，20個不行。林建國以為高流量能挽回林氏形象，還親自批准擴大宣傳。顧承則也認為人越多，我被制服時精神失常的形象便越可信。婚禮直播預約人數迅速上升，最展越過300萬人的數字。我要公開的不只是他們的背叛，也包括自己曾經愚蠢相信的一切。公司刪掉了我的名字，我便把自己的聲音送到300萬人面前。婚禮前夜，我把被父親趕走的財務與研發舊部請進空會議室。我沒有先談父親的錯，而是承認自己曾把婚姻放在公司警訊之前。遠勝付款持續擴大時，我忙着籌備婚禮，沒有及時阻止資金流失。我向眾人低頭說，我曾經看錯人，但不會再把錯留給你們承擔。我承諾若能接手公司，便公開賬目，確認債務，也不拿基層員工背鍋。母親被拆散的研發團隊也會重新召回，每項成果恢復實際貢獻者姓名。一名被父親開除的財務舊部把遠勝付款的原始賬冊放到桌上，賬冊保留最早簽核與修改痕跡，能補強林建國對交易知情的時間。多名研發與財務員工也同意在林氏股東會確認實際工作經過。他們支持的不是林家女兒，而是一個願意承認失察並承擔重整的人。沈燕核對資料司，確認我已重新取得重建公司所需要的人與記錄。顧家控制室正在測試一鍵斷訊，準備在我反抗時關閉婚禮直播。他們只打算保留我被保全按住的畫面，再把其餘聲音全部切掉。我出示追加費由自己支付的直播合約，要求各平台直接取得現场訊號。協議寫得很清楚，顧家只能管理飯店內部設備，不能終止外部平台播放。沈燕把主螢幕與資料播放系統連到獨立備援，不再經過顧家控制室。20家平台同時測試，顧家按下斷訊按鈕，外部直播仍正常運作。工作人員只告訴顧承則主畫面恢復成功，沒有解釋訊號早已分流。他看見飯店螢幕受自己控制，便誤以為最終關閉權仍在顧家手裡。我支付高額平台與備援費用，換來任何單一按鈕都無法讓真相消失。前一次他們用直播把我定義成瘋子，連一句完整辯解都沒留下。這一次我對沈燕說，婚禮是他們的，播放權是我的。顧承則仍在準備關閉不利畫面，卻不知道那個權利早已部署為他。婚禮清晨，定位紅點從海景公寓方向移動，最再進入飯店新娘套房。走廊監控顯示，林可欣帶着婚紗帶進門，身旁還跟着趙美蘭。套房內的公開準備畫面中，她已穿上88萬元婚紗整理孕肚。我把定位路線、海景公寓照片與她承認送我去休養的錄音排在一起。這條路線證明婚紗去過公寓，照片與錄音則補上她與遠勝負責人的關係。工作人員問我要不要追回婚紗，我看着紅點，拒絕更改任何安排。入口攝影機保持全景，確保她穿着那件婚紗走進宴會廳的過程完整留下。我換上最簡單的白色禮服，沒有頭紗，也沒有母親替我選的珠寶。林可欣以為自己得到最華麗的出場，卻正把最醒目的證物穿在身上。那件曾像次我被取代的婚紗，如今已把她的每一步連成完整路線。我站在紅毯入口等待，讓她親自穿着證物走進300萬人的直播。婚禮直播開始的，
林建國挽着我走上紅毯，手裡仍捏着股份授權書。他低聲命令我先簽字，說完成交股司才有資格进入顧家。我還沒碰筆，宴會廳大門便再次打開，林可欣穿着主婚紗走了進來。她摸着肚子哭着要求名分，說孩子不能一出生就沒有完整家庭。顧承則立刻走向她，當眾宣布可欣才是顧家的未來少奶奶。但他取消原定婚禮，接着拿出精神診斷，聲稱我已不適合做任何決定。林建國順勢說股份應由家屬代管，還要求我立刻完成授權。我仍沒有反駁，讓他們把新娘、股份和送醫理由全部說完。父親最緊對白袍人員下令，把林婉帶走，別讓他繼續丟林家的臉。保全向我靠近時，顧承則與林可欣都以為300萬人已經相信他們。我等最聽一句話落下，笑着抬起手，向主熒幕打出播放信號。主熒幕先顯示婚紗定位路線，紅點從海景公寓一路移動到新娘套房，接着出現林可欣與遠盛負責人親密離開的連續畫面，以及他承認送走我的錄音。我說這些資料不能獨立判定血緣，卻足以要求核實他所稱的父親身份。遠盛負責人與他的往來資料隨後被公開，顧承則當場鬆開護着他的手。第二組資料是含藥牛奶、處方來源、療養院聯絡記錄與第三方封存文件。胸針錄音也開始播放，顧承則談到婚禮後動手，還說剎車不留痕跡。婚車拆檢影片顯示剎車油管切口，證明威脅不是一句氣話，而有實物對應。顧承則指控資料經過剪輯，20家平台便同步調出各自保存的原始檔案。林建國搶過麥克風，把責任全推給顧承則與趙美蘭，聲稱自己毫不知情。趙美蘭為了自保，當場說出10幾億元債務、奪股目的與父親選定療養院的經過。原始賬冊與父親剛才逼我簽股的直播內容，補強了他對侵占安排知情。母親的附條件遺囑隨即公開，保管機構確認侵占條件已在現場成立。林建國代持的20%股份立即歸還，我的持股升至55%。審驗依程序召開臨時股東會，我以第一大股東身份提案罷免父親並獲得通過。調查人員進場控制众人，我簽下股權確認書說，這一次該被送走的不是我。半年後，顧承則因投藥、偽造資料與婚車案件被正式起訴。林建國與趙美蘭失去公司職位，遠盛相關資金也進入全面調查。林可欣失去顧家婚姻、臨時職位與搶來的一切，曾寫信求我幫忙。我沒有回復那封信，也沒有再拿自己的生活替任何親情付賬。接手林氏後，我先停止遠盛付款，再公開債務規模與重整期限。2項非核心專利完成授權，所得資金被用來處理到期債務與維持營運。曾被父親趕走的研發人員陸續回來，母親留下的團隊重新聚在一起。新品牌發布會上，大熒幕重新顯示共同創辦人蘇清河的名字。我站在母親舊照片前落下眼淚，卻沒有再為失去的父愛回頭。以母親名字命名的產品取得超過20億元海外訂單，公司中尊恢復穩定。我把自己的名字與母親的名字並列在公司史上，再也不准任何人刪除。走出股東會時，陽光落在肩上，我停下腳步說：然子，好好活。太